太不要脸了，960居然跟小镇宁合作。OK， 今天的影片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960到底有没有跟小镇宁合作。这次事件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右手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在前天木跟土镇宁正在跟93打着，960这个时候才发现到93找到漏洞丢要塞在对方的圣地。这个时候93的要塞还剩下大概20多分钟左右就要建好了，所以960就派了部队过来打。这个时候小镇宁其实也在进攻着93的旗帜跟要塞，就是因为960这样子的举动，再加上对方刚好下的标记就是不要打960的部队，就被传谣说960跟小镇宁合作。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？首先我们用小镇宁的角度去想一下为什么不跟960打。那首先他们正在跟93打着，93在小镇宁的面前下了一个要塞，那请问小镇宁会选择打93先还是打960先呢？还有这个标记又不是960指使他们去写的，我这里可以分享不少的报告都是960的玩家去攻击他们。那请问如果是合作关系的话，为什么要打自己的盟友？还有当960发现他们的领土上有漏洞，想要丢要塞过去的时候，有试图叫他们拆掉旗帜让960丢要塞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拆掉旗帜让960丢要塞。那请问如果他们跟960合作，为什么不要让960丢要塞，让960去打93不是更加轻松吗？他们不用损失这么多的兵力跟加速。假设只是打一个标记就可以当成这个王国跟那个王国合作的话，960就有打标记在门口，让960的玩家不要去攻击93。那请问960是不是跟93合作呢？是不是这样子就表示说93跟960是合作关系呢？至于光镇宁为什么会把门口前面的要塞给拆掉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不过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去访问光镇宁。还有如果是真的谈论到合作关系的话，我这里也是有证据证明2605跟其他阵营有合作。这个是在很早之前关卡4开放的时候，那时候2605因为在跟960打着的关系，所以他们没有拿下左手边的关卡4，并且那时候土镇宁是已经把旗帜建到2605门口前面的圣堂去了。重点是那时候土镇宁是已经拿下了这个圣堂，但是你们怎么知道到了第二天他们旗帜突然消失了，是删掉的，并不是打的。你们可以看前后对比。假设是由2605打掉他们旗帜的话，2605的旗帜并不可能有这么少而已，而且消失的旗帜也不会这么多。最后变成由2605拿下这个圣堂了。那2605给出的解释就是他们不能拿同样争议的圣堂。 OK， 这个是另外一个说法。我要说的是为什么他们要删掉旗帜，不能够拿同样的争议是一回事，拆掉旗帜是另外一回事。现在我们所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要拆掉旗帜让2605去拿？就算土镇宁他不能同时拥有2个争议也好，这样他也不应该删掉旗帜啊。那是不是我就可以说2605跟土镇宁有合作关系呢？然而我并没有这样子做，因为我知道他们之间可能有发生过一些事情，而且2605最后确实是有攻击土镇宁的。我会留下这些证据，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双标，尤其是讨厌960的玩家。我们换个说法，假设不是2605而是960的话，会变成怎样呢？到时候你们会不会相信整个讨论区都已经炸了？哎呀，为什么土镇宁他们要删旗帜让960去拿争议？我相信这件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。还有93那边有一个玩家说他们的盟友就是 SW， 也就是2605，说黄庭的时候他们的盟友 SW 会在后面捅960的屁股。那请问我是不是这个也可以当做证据说2605跟1093合作了呢？并且说出这个对话的93玩家也不是那种普通随便乱开一个账号的玩家，而是在93主军团里面的其中一个玩家，战力都有8000万。那是不是代表说他所说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呢？而且我所放的这个截图比小镇宁所打的标记还要更加容易证实2605跟93有合作吧。然而我并没有这样子做。那当然有一些玩家可能会讲，哎呀，可能是960的玩家不小心扫到小镇宁的玩家呢，所以报告上面有他们的名字。那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证据 OK， 960原本是想要丢要塞在小镇宁跟93的领土之间，要塞是有碰到他们2个的领土。你们可以看我画面上所分享的联盟日志，所丢的要塞位置就是他们之间的位置。然后你们猜一下摧毁的人到底是谁？是93还是小镇宁呢？2个都是。假设960跟小镇宁有合作的话，为什么小镇宁要打960的要塞呢？如果960跟93有合作，为什么93要打960的要塞呢？所以这些双标的人，请你们自己换位思考。假设不是960进去那个区域打93，而是2605的话，你们会讲2605吗？不要那么双重标准好不好？事实摆在眼前。
而且我在之前的影片就已经有讲过，其他阵营是针对960的，都有说要打960了，并且是他们自己亲口说出来的。你们认为说他们还会跟960合作吗？如果那些造谣者都可以把他们的证据当作证据的话，那我这边可以宣布2605是跟图阵营合作了，2605是跟93合作了。最后总结，这个地图依然还是 1v1v1v3， 2605、1093、960并没有任何合作关系，只有土木光阵营是合作而已。还有就是某一位玩家所提到的问题，哎呦，不知道为什么960现在才去打93。我可以很确定对方是没有脑的，不然就是没有打过 KVK。在关卡5开放的时候，960跟2605打着 KVK， 直到关卡6开放，960是没有把2605全部旗帜给推掉的。不要讲关卡6，甚至到今天都还没有推完，所以没有办法抽身过去打小阵营。然而93并不是，他们在关卡5开放的时候，土阵营只是建那一点点旗帜出来而已。他们在1天不到的时间内就已经把土阵营全部旗帜给烧光了，也就是等于说93是没有事情可做。所以93在关卡6开放的时候才可以进入光阵营的关卡6，进入他们的领土拆掉旗帜跟要塞，也就等于说93那个时候是已经拿下了上面整片的第6区域，还有已经拿下了2个关卡8门口。然而960也是拿下了2个关卡8门口，但是2605还没有完全给推掉，不可能拿下2个关卡8之后就完全不要去理2605，他们在后面偷屁股怎么办呢？最好的例子就是之前2489的案例，他们进入了皇庭，然而其他的阵营在后面偷屁股，导致到他们输了那一场 KVK。在你还没有稳固整个区域之前，你就想要去打别的阵营，你们认为这样子做合理吗？而且如果进入那个区域的话，对方都已经铺好旗帜了，就是要消耗更多的时间去烧旗帜跟要塞，有那个时间为什么不要先处理掉2605呢？还有最后2605一直强调说他们的报告很赚什么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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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类的。我想说收集报告的人并不是只有2605而已，我这个赛季总共是用了4个账号负责去填兵，包括集结跟驻防的，加起来总共应该是超过600万的部队，所以跟2605要比较谁的报告比较赚的话，我这里多的是报告。不要每天只会拿正面的报告在那边自吹自擂，哎呦，我们到底胜利了多少，我们赚到了多少的击杀。真的要那样子做的话，我也会啊，我这里也是有很多报告都是赚的，那是不是代表说我消耗了2605呢？不过在很早之前我就已经有讲过了，不管960的报告是赚还是亏都好，只要跟2605有消耗部队的话，就是已经算是亏了，所以我才没有天天分享960到底报告赚了多少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啦，我想讲的东西也是这么多。原本这一场 KVK Free for All 应该是很好玩才对的，就是某一些人想要制造谣言，双重标准拉仇恨，而导致到这场 KVK 不是在打架，而是在口水战了。我也相信我今天所讲的东西，反对的人依然还是会反对的，但是嘴巴在别人身上我管不了，我只能拿出证据证明而已。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